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两个中 COVID 了啦。发现我吃面的时候吃不到味道了，这种情况在台湾是没办法想象的，跟台湾落差真的蛮大的。甚至我觉得大家已经快忘记这件事情，我们都只是因为规定而做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防疫。美国最根本的一个精神，就真的比较像是一个。真的，大概的情况就是我们两个前几天去完 Vegas 之后，就有一点身体不太舒服，然后呢，我们回来之后呢，就顺理成章的去做了 PCR 检测，然后对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两个中 COVID 了啦。对，详细的那个 PCR 检测证明我会放在这边。看我们两个对 stay positive。其实来美国还是要得一下的吧。我是没有这个计划啦，我是说你哪来这种想法啊？没有，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得了。说实在的，对啊，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认识的朋友们，大概1半以上都得了，而且都是在最近。主要是这几个月美国疫情因为变种病毒就变得蛮严重的吧，每天都50几万人在这样确诊。其实说真的，也不是说我们不注意啦，但就是难免还是会中到。会去测也是因为自己感觉身体有点不太舒服。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都康复了，差不多已经完全康复了吧？我觉得。好的啦，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大概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子。症状好像是我先开始的吧，回来之后的1、2天吧，就有一天在逛梦，然后就觉得头有点晕，感觉就是感冒的前兆了啦。我原本是觉得是感冒，因为我们同行也有人感冒，也没有变严重，就一直都是小感冒，也甚至没有咳嗽。可是自从身边的人也开始感冒，而且每一个都开始出现一些感冒症状，就觉得不对，因为正常感冒应该不会就是传播成这样子才对。所以我们就赶快就去预约，然后去测，然后就在测的那一天呢，我发现我吃面的时候吃不到味道了，然后闻东西也闻不到，然后就觉得不妙了，应该是中了，因为从来没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吃东西竟然是整碗面是没有味道的，而且因为那些东西我很常吃，吃了1年的，所以不可能，就是它味道不可能是长那样。他那几天就是一直该说，不对啊，这东西不是这个味道啊，奇怪啊，这味道怎么变这样啊？你好像吃得到甜味的。没有，就是我只吃得到那个酸甜苦咸。就是假如它正常，你不是要吃到像是你家肉燥就有肉燥的香味啊，可是变成我吃那一碗面就只有咸的味道而已，然后我吃提拉米苏就只有甜，然后喝咖啡就只剩苦。就完全是没有香味，我只吃得到它最纯粹的那个酸甜苦咸，蛮酷的啦。那几天就是吃东西都很不满足的感觉，就是我就一直吃，很像那个无情的吃饭机，对，又很像那个《神隐少女》里面那个无脸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一直感到不满足，就要一直吃，一直吃。这就是你成为反派的起源故事啊。那我的话，我其实就是大概就他觉得不太舒服的隔几天之后，然后当天我们有发现说，就是我们也有认识的人，然后我们有接触到他也确诊了，所以当下得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，但就是开始越来越不舒服，有种头晕的、全身都蛮没力的、然后隔一天开始之后就喉咙超痛的、然后一直流鼻涕，然后就头很痛，半夜起来都差点吐这样子，然后整个人就有一种神神的感觉，然后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蛮容易莫名其妙就盗汗的，就睡一睡就爆流汗这样子，然后就会睡啊，然后坐起来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这样一直在那边散热。我就被他吓到，因为目前我是来借住他的家，然后我睡一睡就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很像用菜瓜布刷东西的声音，就沙沙沙，然后我就起来看，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一直，我想到就是很热啊，我真的吓一跳，怕爆，我怕爆，对啊，但现在过了4、5天，其实就通常都已经差不多会好了。对啊，就是也没有说跟大家想象的一样那么的严重。对我自己的感受来说，因为我们是轻症嘛，然后因为我们也已经打了2剂疫苗，对，我们2个都打 Pfizer， 现在是打完2剂的状态，然后又中，然后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就真的比较像是一个感冒。对啊，甚至无法区别了。对啊，就是也没有说你真的一直咳，像之前新闻报的一样，就是你知道咳到。对，原本我的想象会是就是你知道一直爆咳，就咳到，然后喘不过来这样，然后走一下路就，然后吃不到味道这样，结果也没有啊，就我甚至没有咳嗽，你只有吃不到味道而已啊。
对啊，比较特别，跟比较特别的，对，跟感冒做区分的话，你是对，就是吃不到味道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副作用。对，其实我也是，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说会什么纤维化嘛，什么肺积水。对。然后我其实最担心水的感觉，这样。就我知道打完疫苗死不了，但是我很怕它的副作用。这应该大家担心的都是副作用，大家应该都担心副作用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没什么太大特别的感觉到现在。我也觉得，有点喘，讲太多啊，没有了，这边没有副作用。可能就小咳啦，但也不会真的咳到那种肺快被你咳出来的感觉。但是说真的啊，就是也没有人希望得到啊，感冒也没有人喜欢感冒的感觉，所以这其实还是不舒服的。当然还是能不要得到，当然就不要得到，这是最好的。得也得了，得了也得，就认了。得过且过，得过且对啊，得过且过。我觉得来这边之后，那个心态蛮不一样的。在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群体意识，有个听到就有那种风声鹤唳的感觉。对啊，应该是说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跟这边很不一样。我们原本也是那样想的，可是来这边之后被身边的美国当地人影响，然后被他们政府的态度影响，就变得我们好像也没这么 care。虽然出门还是会戴口罩，可是就是变得不会说这么惧怕，或是这么的不敢提到这件事，或是听到身边的朋友的会很惊讶或震惊，也还好。就是有种你知道，生活还是要过啦。说真的，超多聚会都超多人啊，除了室内以外，大家基本上在外面也没有太多人在戴口罩。觉得一半啊，对吧？因为这边疫苗覆盖率也真的已经蛮高了啦，就是剩下来没有打的，就是真的那些，要么是宗教信仰，然后要么是你知道那种阴谋论的人，我们觉得是药厂的阴谋。我听过有一个超扯，他是说他们觉得有政府疫苗里面有那种晶片，然后他是要控制人口，然后他打进去之后，到了一个时间点，他就会启动那晶片，然后所有打过疫苗的人都会死掉，这是一个政府的阴谋。反正不打疫苗的理由有千百种，有些人就单纯不想。说不定晶片还是台积电做的，那没关系，我死。对啊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的给人的感觉是真的蛮不一样，跟台湾落差真的蛮大的。我们学校的处理方式其实也没有太积极啦，我觉得他们中了，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来关心过我们这样。甚至我们验出 positive， 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对啊，也没有你知道里长或警察会来关心你。这边真的不像台湾，然后这边就是你中了，然后政府就说 OK 你中了，他们没有说，然后他也没有说，他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你中就是你家的事。像我们中了之后也是没有出门啦，就是待在家里自己自我隔离这样子，主要是尊重别人。当然我们也想出去，身体状况也没有严重到不能出去什么，但是还是觉得说不出去就是尊重人家，除非是必要性的，可能就去拿个东西这样。就是闷到快疯掉了。对啊，就是会蛮累的啦。只是就来到这边，其实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状态。甚至我觉得大家已经快忘记这件事情，就不管是学校还是整个美国政府，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把表面上做好就好啊。你就觉得戴个口罩就只是因为学校规定，然后因为政府规定而戴口罩，然后出示疫苗卡进一些餐厅这样。我们都只是因为规定而做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防疫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态度就是有一种美国最根本的一个精神，就是每个人有这个自由，他不会去侵犯到你的自由，可是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你自己要承担。他也没有健保，对不对？你要健保，健保在这，靠腰，健保哪有像啊？超像的，留言请打。看看瓶子他们会不会认错？没有，我不会剪进去。可是我想被瓶子认，我比较喜欢晨晨。好，继续。哦，对，反正他们这边没有全民健保嘛，然后医疗费又很贵，反正你要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你要自己去承担啦。他也叫你去打疫苗，他甚至提供疫苗，你不打什么，那都是你家的事情。反正到时候生重病就是你自己看着办。他也不会去做什么，他甚至简讯也不会传给你。对啊，就放回一息这样。对对对。但说真的，这边疫苗是真的很多啊，其实到处在街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施打疫苗，到处都是可以。然后那口罩也不缺啦，现在。像是一些店家，像 Apple 好了，他们在入口处都会放酒精，还会放一盒口罩。就是有些人就是不戴口罩，可是进去他就可以拿口罩戴。这种情况在台湾是没办法想象的。对，我不知道现在台湾会不会放啊，可是我觉得放了应该就会被赶走。
就会被你那种人干走。对，像我就干了5片这样，没有，我刚好我口罩用完了，我就干了6片，然后发现5片变6片，然后变12片，以倍数成长的，细胞增殖。后面等下后面全部都是口罩，全部都是干来的，没有，就是入口处他放口罩，我就拿一些这样当备用，对啊，大概6片，现在也用完了，要再去拿了，没有，我先拿你的，真的啊，我已经用了几个。他就是该提供的东西还是有提供，而且他们快筛也是蛮多地方都有的啦。然后再来就是 PCR 检测也是他们都会设那种小小的站让你去做检测，然后那种就不需要任何的 health insurance，它也是免费的，它就是测完就是跟你讲结果，然后也不会跟你额外收任何的费用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就只是要你填一个表格而已。我觉得是要测人就会去测。美国人就这样子啊，反正那就是 individualism， 就是大家就是自由意识啊，政府是已经给，就是他提供他该提供的东西，他也不会做太多。然后他甚至，假如你不想出去，你不敢出去，你也可以 online order 那个检测组，甚至你还可以再叫他们来 pick up， 这样。好了，我看我身边朋友情况，大家都是得了之后就真的就是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，然后没味道的好像比较少。没味道应该是可能平常口业造太多才会中到没味道的这种东西，那是老天给你的惩罚。没错，就是怪我这张嘴。这件事情一定会被写在历史课本里面嘛？以后可以跟子孙炫耀这个。你有看到这个吗？爷爷以前 COVID， 你有看到这个字吗？得过，我得过。想到你啊，肺都咳出来，在飞机上咳出来了，然后你又把它装回去，过海关他给我硬塞回去的，差点是验不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支影片大概就是想说，刚好就趁这个机会，然后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，然后也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边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，然后我们从得到啊、检测啊，然后跟症状大概是怎么样。希望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内容，就是觉得还行的话呢，也是把这资讯传播给大家。就像他把病毒传播给我，我没有传播给他，我真没有传播给他，真的，我亲眼看到了，绝对不是我亲眼看到了，就是你那个头发里面有窝藏病毒。有我的头发，它在里面已经变异几百次了，你知道吗？Omicron 都已经变化成 Unicorn。为什么是 Unicorn？ 我在2天就可以脱离它。不一定哦，如果学校不让我回去，那就继续打扰啦。对啊。反正呢，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小铃铛也是一样，要开不开随便你，因为我也知道没有人会开。那我们就没有错，下都没开。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